小伙伴们，周五好！一周不见，希望过去的一周你们一切都好。今天借助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发生在身边的事，特别是今天要讲的这3件案例，对于做投资房的朋友们应该会有启发。说到投资房地产，说难不难，说容易也不容易，其中决定整个流程是否愉悦顺畅，很大一部分原因与您找的租客相关。一个好的租客让您省心省力，坐等房屋升值；而一个不好的租客可以让您每天头疼不断，不但耗力，还会破坏房子，让您不得安宁。许多人甚至因此放弃了投资房地产。那么今天中午的主题便是3个失败案例，教您避开找租客的坑。在分享这个题目前，许多人也许会问，为什么不能分享一些积极的、愉悦的房地产相关信息呢？以后当然会分享，但很可惜的是，虽然坏的案例让人听起来不舒服，却往往是最具启发性的。因为身边看到大部分的房东确实踩过这些坑，苦口良药，大家坚持看到最后，千万不要重蹈这些错误。只要避开这些坑，相信投资路会越来越顺畅，越来越愉悦。我们不仅会分享这些案例，还会和大家分析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预防及补救的方法，相信一定会对您有帮助。好啦，让我们直入主题，分享第1个失败案例。身边亲人的一个 4Plus 因为楼下的租客搬走了，要重新招租。当天来了一个咨询的人，大概40多岁，谈吐风趣，人看起来很 nice， 说自己是水下维修人员，想找一个稳定的居所。当时家人和他相谈甚欢，印象非常的好，认为这类职业在加拿大很吃香，应该付租金没有问题。在他的催促下，很快就开始签合同，让他住进来了。签完之后才发觉大事不妙，引狼入室了。这个人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正经的工作不做了，开始领社会救济，不但工作丢了，还是一个瘾君子。别的租客反映，每次进 building 都能闻到浓浓的大麻味。不但如此，原来干净整洁的公寓让他弄得一团脏，到处都是黑乎乎、脏兮兮的，厕所管道被他搞得漏水。也就是因为这些机会，家人才进去看到这些可怕的情形。最要命的还不是这些，因为这个 4Plus 是我们祖外婆的，她老人家当时80多岁高龄。这个人不但破坏房子，还经常跑去问他借钱，所以租金不但不知道老人家有没有收到，反而听说给他借出了不少钱。坏的租客不但自己坏，还会带来身边不好的朋友。有一次他们在房间开 party， 他的女友醉倒在 building 的门口，要叫警察才把他挪走了。是不是看到这里很痛心？不敢想象如果自己遭到这样的租客。上面失败案例就是典型的一步错步步错。当时因为家人没有很多经验，没有意识到筛选租客的重要性，仅凭第一印象就匆忙的出租了。殊不知在陌生人的面前，谁都能是披着羊皮的狼，假装 nice， 只有更深入的调查才能摸清他的底细。我们频道其中一个视频教您5招预防坏租客，就很清楚地和大家分享了应该如何正确的筛选租客。大家看完这期视频，千万别忘了收来看看，筛选租客至关重要。为什么说他们一步错步步错呢？没有筛选租客就把人放进来，如果说这是第1步错，那第2步错就是没有及时和当地的房管局归档。每次他不按时交租就应该立档，每次他骚扰到同一栋房子其他租户就应该收集证据。比如上次醉倒在 building 门前，找了警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。
拍到里面对房子的破坏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据。但是家人没有经验，一直一拖再拖，直到这个人在公寓里住了有10年之久。在加拿大的小伙伴们都知道，对一个低收入住了10年、年纪偏大的坏租客进行驱逐是非常非常难的，所以他们错失了最佳驱逐他的时机。对付这个坏租客还有一个很大的难题，也就是他不是单打独斗。后半期他父亲人虽然不在加拿大，却通过他相关的在加拿大的一个族裔组织帮他付租金。家人因为年纪大，不想直接对抗这些组织，也只好不了了之了。那么是不是事到如今只能认栽，什么补救措施也做不了了呢？如果真想驱逐他，证据还是可以收集。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每年要按照政府规定的金额给他加租，这个他是无法拒绝的。要知道，一栋 building 的价值要取决于租金的收入，很多投资者都是要看租金来计算这栋房子值不值得买，所以每年都要坚持加租。第一个案例讲完，让我们进入第二个失败案例。如果说上面案例是因为家人没有经验，踩进了一个大坑，那这个案例真的让我想起了农夫与蛇的故事。朋友的一个 4+ basement 招租，当天来了一个满身刺青、年轻的单亲妈妈，一个5岁左右的小孩，人表现得很真实，很 nice，一再强调自己会好好照顾房子，按时交租等。朋友当时很犹豫，身边另外一个没有出租房经验的朋友给他出了一个瞎建议：不要从外表判断一个人。朋友当时一听心软，觉得单亲妈妈不容易，就租给了他。刚开始好一段时间，他表现得确实很好，不但自己房子打理得很好 ，plus 周边的花草过道也帮忙打理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好。直到1楼的租户搬走了，朋友花钱装修好，想着他一个单亲妈妈带小孩住地下室对小孩不是很好，就建议让他住进去1楼。这下噩梦就开始了。他不但没有感恩朋友对他的照顾，还认为自己成为了这栋建筑的主人，对很多租户颐指气使。有一个新搬进来的单身女租户频频受到他的打扰，不但直面的时候打扰别人，还跑去人家 Facebook 发一些超难听的话题。该租户实在不堪其扰，很快就搬走了。朋友不但有空房损失，一再警告这个问题租客，也没有任何进展，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那段时间精神非常非常的紧张。后来没办法，朋友找了正规的律师进行诉讼，最终判决租客离开，但代价也是非常大的，因为疫情要足足等6个月，花了总共1万多的费用才能把他赶走。不但租金损失，他对房子造成的破坏又是另外一笔大支出。上面这个案例也是让人痛心的。最痛心的是，这明明是一个有投资房经验的人，却因为一时心软酿成大祸。所以该走的流程一步不能少，租客还是要认真筛选来的靠谱。虽然不能100%筛选掉所有的坏租客，但是还是能把90%的坏租客挡在门外的。我最近招租就遇到了类似的事情。第一印象决定的租客经过筛选，发觉不但被前房东告过，信用分更是一塌糊涂。当时如果我凭第一印象租给他，可想而知以后我的头疼。在告知他信用没用的时候，他一再央求各种保证。但我还记得上面朋友的案例，不是我狠心肠，实在是不想以后的日子觉不好睡。第3个案例也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真实案例。这个案例说是失败案例不是很妥当，因为当时是经过权衡做出的决定，虽不算失败，但也是一个很值得借鉴思考的案例。特别是想做多套房投资的朋友们可以好好听听。
当时看中的这套 Plus 是在一个大学的附近，状态挺不错的一个3 Plus， 其中2户住的是学生，楼上那户住的一对社会打工的小情侣。我们之所以想买，是考量到以下的因素：第一点，该 Plus 位于大学附近，招租应该很容易；第二点，因为租户大部分是学生，流动性强，也就是说涨租金会相对容易；第三点，我们买下来后有2户会空出来，让我们去找自己心仪的租客，同时可以按照市场的租金出租。上面这些条件都非常让人心动，唯一一个缺点就是上面这户小情侣会一直住下去。在综合考量了一切，做过计算后，发觉还是值得入手，最终我们买了下来。果不其然，我们当时认为的那个缺点就成了这笔交易中的唯一败笔。上面小情侣因为吵架分手了，本来2个人负担的房租变成1个人，留下来的女方每个月都没办法及时交租，总会拖到最后1秒才补齐租金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也没办法和他终止租约，因为租约是每年自动续约的，他的租金更是比市面租金少了将近1半。为什么说这个案例不能直接把它归为一个失败的案例呢？因为这个租客是没有经过我们筛选，也是万中无奈买房自带的一个租客。总体来说，我们还是挣的，现金流也还是很不错的。但是在这里和大家分享，是希望给以后想买多套房投资的小伙伴们有一个借鉴，要考虑到这类型问题。比如，如果能3户都空出来最好，千万不要入手那些有很多老租户，租金普遍比市面低一大截的房子。我们对上面租户的解决方法，就是每年按照政府的规定合理加租金，迟交租金的时候去房管局留档，作为以后驱逐证据等。好了，上面3个案例都分析完了，相信大家看到这里也很清楚问题出在了哪里，应该如何预防，如果太迟又应该如何补救等。其实做房地产还是利大于弊，甜多过苦的，只要自己愿意学习，做好每个步骤，就会很轻松。小伙伴们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及打开旁边小铃铛，我们就是一档分享各种技巧让您投资路上越变越轻松的频道。看到这里也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，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继续下期的动力。这期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下周5我们再见咯，拜。